众所周知，脑业公司是一家能源公司，公司里收容了数百只被称作异响体的不明生物。作为公司的主管，你将负责指挥员工从这些异响体身上提取能源。然而，就是这份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好呀！这里是同学咯，很高兴能来收看脑业公司第4期重制版视频。相信一直以来大家都有这么一个疑问，在资源如此匮乏的世界里，我们脑业公司是如何做到在零污染的前提下生产能源的呢？答案是脑啡肽。我们从名为异响体的实体中提取脑啡肽，然后将脑啡肽进行精炼并出售。那么我们又是如何提取脑啡肽的呢？其实原理并不复杂，只需要让异响体感到满足，异响体便会释放出脑啡肽供我们收集。而主管的任务便是派遣员工对异响体进行工作。当异响体感觉良好时，便会产出正脑啡肽核；相反，当异响体感觉不好时，则会产出负脑啡肽核。而让异响体满足的方法有很多，经过反复实验，我们总结出了4种最为有效的工作方法，分别是本能、洞察、沟通和压迫。本能工作是满足异响体的生理需求，例如为异响体提供养料、清洁等。但由于这项工作需要频繁的接触异响体，因此需要员工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。洞察工作是改善异响体的生活环境，收容单元必须时刻处在最佳状态，需要进行异物清除、通风换气、播放适宜的音乐等。但有些异响体更倾向于肮脏的环境，所以这项工作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沟通工作是满足异响体的社会需求，每一个异响体都具有基本的欲望和意志，其中就包括了社会需求。在沟通中，员工需要扮演异响体的谈话对象或是玩伴，这需要员工具有较强的自律能力，因为如果在沟通过程中一旦越界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压迫工作是抑制异响体欲望的工作，异响体可能因为无法协调自身的欲望和意志而失控暴走，这就需要员工帮助其调整情绪。执行压迫工作的员工需要有绝对的正义，能够把控好工作的节奏和程度，需要客观理性的做出决断。现在在你面前的是用于关押异响体的收容单元，也是我们提取脑啡肽的地方。每个收容单元都会显示其所收容的异响体名称和危险等级等信息，其中有一点需要主管特别关注的是收容单元上方的尼卡布拉计数器。这个装置的原理非常复杂，但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：如果收容单元的尼卡布拉计数器归零，那么该收容单元内的异响体将会引发各种问题，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异响体突破收容，就像这样。不过各位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对于异响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，我们脑业公司有一套完整的应对方案，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便是我们公司研发的 EGO 装备 Externalization of Geminical Organ， 简称 EGO。 这是专门针对异响体而研发的装备，它是通过从异响体中提取的核心锻造而成，有作为进攻用的 EGO 武器和作为防御用的 EGO 护甲。有了这些装备，即使没有阿公司的火力协助，我们也能够快速镇压那些逃出的异响体。那么介绍就到这里了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工作汇报吧。T-05-51血浴缸，这是一个装满了鲜血的浴缸，浴缸里漂浮着一些苍白的手，他们总是在试图慢慢的接近你的员工，就好像在寻求员工的帮助。可当员工向浴缸望去时，难以承受的抑郁和绝望会瞬间将他们淹没。紧接着，浴缸里的手会迅速地将你的员工拉入血池。尽管那些手并没有多大力量，但由于被压抑的绝望所吞噬，那些员工几乎没有进行挣扎，便被拉进了浴缸中，慢慢吞没，直至完全消失。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勇气或自律等级为1级的员工身上，而每当有一名员工牺牲后，浴缸中的手便会增加。我们也曾试图派出精英员工对拖入浴缸的员工实施救援，可当浴缸中漂浮着3只手的时候，无论能力多强的员工都会被直接拖入浴缸中。
所以主管在派遣员工对血浴缸进行工作前，请务必确认员工的等级，以免悲剧的发生。F-01-18 面壁女，这是一个面朝墙壁的人形异想体。由于它总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，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脸长什么样。与它直接交流也是不可能的，它偶尔会喃喃低语，或是发出呜咽声。但每一次在我们的员工准备离开收容单元时，该异想体总会千方百计地试着与员工对话，或是煽起他们的好奇心。当遇到这种情况时，我们要求我们的员工绝对不能转身。曾经有一名员工独自前往面壁女的收容单元进行工作，但是过了很长时间，那名员工都没有回来。当我们派人前去查看发生了什么时，我们发现那名员工还在房间内，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，但他看上去很不对劲。他一直在盯着墙壁，喃喃自语，对任何人都没有反应。第二天，那名员工就被解雇了。听说他被送往了一家精神病院，但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。由于该异想体的特性，当自律等级为1级的员工在完成面壁女的工作后，员工会有意或是无意的转身看向面壁女，而就在这时，面壁女会将脖子伸长，将脸贴近那名员工，紧接着发出骇人的尖叫声，使那名员工瞬间陷入恐慌。此外，当工作结果不佳，有概率会导致收容单元的计数器减少，而试图对面壁女进行沟通工作，则必定会导致收容单元的计数器减少。当计数器归零时，面壁女将会立刻发出刺耳的嚎叫，并对该部门的所有员工造成白色伤害。此外，面壁女的嚎叫也同样会对屏幕前的主管造成真实伤害。我猜被吓得连鼠标都甩出去的肯定不止我一个。O-04-08 红舞鞋，这个异想体是一双优雅的红色女鞋。这双鞋子产自何处，产于何时，我们无从得知。但从这双鞋的设计样式来看，它已经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。根据工作日志描述，舞鞋里可能藏有牙齿，当它们被某人穿在脚上时，这些牙齿会用非常大的力量死死地咬住穿戴者的脚，使其无法脱下鞋子。最后，我们都只能用暴力手段将其移除。但想要避免有人穿上这双鞋，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这双鞋会使得人们产生一种想要穿上它的强烈欲望。自律等级低于3级的员工，在完成对红舞鞋的工作后，都会不由自主地穿上它。而当工作结果不佳，导致红舞鞋的计数器归零后，公司里某个自律等级较低的员工或是文职人员，将会被红舞鞋所蛊惑。被控制的员工会走向红舞鞋的收容单元，并试图穿上它。所幸的是，主管可以通过连续点击被蛊惑的员工，使其恢复正常。但如果不幸有受害者穿上了红舞鞋，那么他的眼神将会发生变化，并拒绝脱下鞋子。紧接着，他会根据潜意识里的一切欲望采取行动。如果这时有人试图阻止他，或是想把鞋子取下，那么这双鞋子便会控制受害者对其发动攻击。曾经有一名善良的员工，他在员工之中是非常受人尊敬的。可那一天，当他穿上那双鞋后，他突然开始咧着嘴笑，那笑容非常诡异。当应急小组找到他时，他的周围已经是一片尸山血海。最终，为了取下那双鞋，我们不得不把那名员工的脚给砍下来。事实上，除了将脚砍掉之外，我们也曾听说过红舞鞋自己脱落跑走的情况。曾经有一名员工在穿上红舞鞋之后，并未完全失去理智，相反，红舞鞋使得他鼓起了勇气去正视自己的情感。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，用藏在背后的斧子将其击晕，然后径直走向了休息室。幸运的是，当他被应急反应小组制服时，红舞鞋从他的脚踝上脱落，自己跑走了。没有任何人在此事件中受到致命伤害。至于事故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我不好说，我也不太清楚呢。那么最后让我们来介绍一个有些特殊的异想体 O-05-47 别碰我。这是一个 Z-IN 级别的异想体，它的外观是一个按钮装置，中间所写的韩语 click 是点击的意思，加上禁止符号，这要传达的便是禁止点击的意思。而我不是在开玩笑，如果你收容单元里有这个异想体的话，请绝对不要与它有任何互动。如果你不幸点击到它的话，
那么它将会导致公司内的所有职员立刻死亡，或是全体职员立刻陷入恐慌状态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点击该异想体的资料界面，也会导致公司内所有受用单元的计数器归零。这么说，我不碰它不就好了吗？没错，如果你不触碰它的话，那么它就是一件人畜无害的摆设罢了。但该异想体还有一项特殊的能力，它能够幻化成其他异想体的形态，并且能够让自身受用单元内的环境发生变化，这使得主管非常容易将它与其他异想体混淆，从而不小心点击到它。而当公司内处在某些特殊状态时，这种幻化形态的能力对主管来说简直是噩梦般的存在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主管不幸点击到该异想体后，请不要自暴自弃并疯狂地点击它，否则这会导致公司的系统被强制关闭，甚至还会让在场所有员工的装备消失。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，无论是重新开始这一天，或是回到记忆库，也都无法让装备恢复。所以，请绝对别碰我。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内容就这么多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了点个关注呀。这里是同学罗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